大家好，我是小蝶啊，蝴蝶的蝶。我的身世呢非常的离奇，简单来说呢，就是在我出生之前，我妈就已经做过了绝育手术，所以我能出生呢，代表手术失败了，因为医生的技术不够硬，没有我的命硬。那个手术呢叫输卵管结扎。科普一下，就是把女性的输卵管堵上，是一种永久性的绝育手术。每个人出生之前呢，都要经过输卵管这条赛道，而我的赛道是我自己挖的。当时我妈刚怀孕的时候呢，她不觉得自己是怀孕了，她以为要提前绝经，非常着急，就去开了一些药，活血化瘀。我就是那个瘀，怎么都化不掉。她才意识到好像怀孕好几个月了，她更着急了，因为3胎药法很多钱，所以她就去找当时做手术的医生医闹。我们常见的医闹呢，都是出人命了，患者家属在那大喊：“还我孩子命来！好好的人怎么说没就没了？”我妈去找医生呢，也是出人命了。她说：“把我孩子还给你。”好好的人怎么说有就有了？医生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他以为我妈不想要这个孩子，就开始劝说：“孩子来都来了，万一留着有用呢？”我妈有非常严重的囤积癖，她最抗拒不了的一句话就是“留着有用”。他当时非常理直气壮，他说：“孩子我留着有用，钱我也留着有用呀，你们不能罚我钱啊。”后来呢，真的没有罚钱，因为我出生证明性别那一栏填的是医疗事故，美国都没有这个性别。我一出生就是个法外狂徒，然后关于我出生的这些故事呢，在村里广为流传。在村里人嘴里，我的出生堪比猴王出世，已经有点妖魔化了，就好像我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一蹦出来我就大喊 "Surprise mother, father"。从村里人嘴里呢，我还听说我的出生引起了家里的原住民，也就是我的哥哥姐姐，他们的不满他们不止一次的问我爸妈说：“他以后都住在我们家吗？”所以呢，后来我爸妈商量了一下，决定把多出来的孩子捐给需要的人。简单来说呢，就找个好人家领养，领养代替购买。其实我也能理解，因为我爸妈年纪都比较大，我妈当时身体也不好，有点贫血，想回一回血。幸好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没有什么二手平台，不然我一出生就是二手平台的小宝贝，就会有人在下面评论：“宝贝几成新？宝贝还在吗？”差不多我在家闲置了半年，真的有对夫妻打算要收养我，他们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他们当时开了一辆锃光瓦亮的大奔来村里面接我，我妈给我洗了澡，擦亮了宝贝。就在人家上门自提的时候，我哇一下就哭了，我妈舍不得了，她就编了一些很奇怪的理由，让人家开着大奔回去了，说你们黑色的车不吉利。这个故事我小时候就听别人讲过，我每次听到我晚上都做噩梦，梦到我爸爸妈妈不要我了。长大以后我知道了什么叫大奔。我真的不理解我妈为什么要编那种奇怪的理由，说人家的大奔不吉利，有大奔还要什么吉利？我问我妈为什么要后悔，她说养了半年养出感情了。当时我在她怀里面哭得太厉害了，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把我放上那辆大奔，我就会开始笑。我真想回去把我的嘴堵上啊！我就跟他说：“你别哭了，你再哭，你妈可就要你了。”就这样呢，我就成为了一个农村3胎家庭最小的那个成员，孩子都流向了不需要孩子的家庭。我妈真的有非常严重的囤积癖，家里留着有用的东西也太多了，她还留着我哥哥姐姐小时候的衣服，所以我一出生就失去了穿衣自由。也获得了穿衣自由。我从小的穿衣风格可盐可甜，非常复古，穿的都是古着。但是我刚上1年级，我就继承了哥哥姐姐小学初中的所有书本。我哥哥姐姐根本就不学习，他们的书太新了，我妈舍不得扔。所以当时的场景呢，就是我穿着我姐姐的衣服，拿着她用过的作业本，站在教过他的老师面前，这个场景非常诡异，我感觉老师都懵了，是不是当年教过的那个差学生回来索命了？而且呢，大家都说什么教科书是最权威的，但是我一点都不相信我的教科书，因为那几年呢教科书改版了，我用的是上上个版本。怎么说呢？鸟巢都快盖好了，我书里北京还在深奥。我上课就像在玩一个游戏，叫找不同。别人书里面太阳系有8大行星，我这儿有9个。有一次检查课文，我才知道那篇课文他们的书里面要全文背诵，我这儿只需要朗读一下就好了。所以呢，当时虽然大家用的都是人教版的书，但我是老人教的，我上的是 old school。我也跟老师去吐槽过，我说我爸妈给我用的是旧书，当时呢，老师就随口一说，哎，你要原谅你的爸爸妈妈，他们也是第一次当父母。说完他自己都沉默了，他不沉默我都没发现，我用的爸妈也是别人用过的，他们是3手的，都已经第3次当父母了，而且还是知3当3。不过好在后来呢，上了5年级，我就拥有了全新的教科书，因为义务教育普及了，书本费免了，所以呢，托举我的不是我的家，是我的国家。还有更正能量的。后来高中呢，我考上了全国100强高中。高1开学的那一天呢，我真的特别开心，因为我知道家里面那些留着有用的东西，我再也用不着了。幸好我哥哥姐姐没考上高中。然后那天呢，我妈也非常开心，她到处跟别人炫耀说：“你看我就说吧，留着有用。”我说管你留着有用没用，我的人生可要全新起航了。我就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我的天，声势很威，声势很威，哇！小蝶锁票倒计时，谢谢小蝶的表演。所以小蝶，你的标签写的是“来都来了”，对，来都来了，也是你刚才在你的脱口秀表演里面说到的这句话。对，这是我的一个人生 slogan。一方面在比赛里面呢，就是这个比赛我来都来了。其实更大的说呢，就是这个世界我来都来了啊。就是4位都拍了。最先拍的是春春，然后我们3个人可能到最后。我是在那个吉利那个地方。他喜欢图个吉利啊。不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小蝶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故事，或者说这个人生的样本，我觉得可能是太独特了。所以我在听他的整个的故事当中，我是觉得有很多的细节，他分享给我们。我觉得其实这是需要一个极大的勇气的。我觉得我能从他的这个讲述的这个故事当中获取到很多的能量，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想拍灯的原因。谢谢。
我觉得我必须要拍灯，但我先说另外2点，就刚才舒恒是结束的太快了，你其实是抻了一段，我觉得那个气有点泄，如果能够早一点结束，我觉得会是相对更好一点。还有一个问题，这是个非常丰富，像刚才春春讲很独特的题材，值得讲，但是它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很沉重的，所以你发现没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敢笑，是的，这其实是我们需要找到更多的类似于像吉利这样的梗去把它破一破。但是你今年讲已经比去年前年讲这个氛围因为我们也在进步，我们的接受度我们的边界也在被你们拓宽，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没有任何一个人以这样的方式回顾自己的来路，我觉得所以值得讲，我就拍了。鲁豫老师这个点我在听的时候我就在想，您不是说结扎之后您就出来了吗？是吧？您就是拦不住的大小姐啊。不知道我是不是猜错了，就是你中间有一段比较荡的那个，然后拖得也比较长，是因为前边开场的时候感觉没有那么好，没有达到预期，所以你就有点意兴阑珊了，是那样吗？是吗？因为我也是个 I 人，对，就是我会上台特别紧张。这个场地真的对线下的选手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且脚本大家也听得出来，就是今天表演差一点点，我非常惋惜。还有你那些我有时候觉得中国有一些父母确实是真的比较粗线条，他不知道对孩子的那种伤害。我是家里的第4胎，然后本来是要打胎打掉的啊。那时候下放到农村，然后父母去了卫生所，进去一看，里边都是苍蝇，就所谓赤脚医生，你知道吧？就那种没有受过严格医学训练的，然后害怕了，就回来了。回来了以后，这个事儿就别告诉我了吗？我长大的过程中一直说，本来是不想要你的。对，他们会一直重复的对，强化这个东西，所以让你产生很大的负担。我是到了给父母伺候的很好之后，我才彻底摆脱了这个。所以我觉得你随着你高速的窜红走红之后，在父母面前找到那个尊严以后，这个事儿是可以化解的。对，可以化解。杨先生啊，哎，我特别想听我们编剧老师的评论。我自己审美上，我特别喜欢领养代替购买那个梗，因为我觉得有的事情它不只是听起来很地狱，它实际上就是很地狱，所以我觉得，可能如果是一个更剧场一点的环境，可能大家都感觉到更有安全感一点，可能这个笑声会更好。是的，是的。然后我也很喜欢小蝶的风格，还有小蝶确实是我见过的字面意义上生命力最强的女性，所以、谢谢希望你后面能有更多的表达吧。再次掌声送给小蝶，非常。